大家好，我是 Timothy。为什么要爆成这样呢？是因为我快变老了。最近啊，我的皮肤啊长了很多痘痘。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第一年回到台南有一点水土不服的关系，然后现在又要变成夏天了，所以我的脸就大爆油。然后我就一开始就没有管它油出着就痘痘虫就直接给我爆出来了。在这边让大家看一下我肌肤的状况哦。应该可以看到，就是有很多的痘痘。我平常是一颗痘痘都没有的人，他现在给我爆，我真是白眼要翻到后脑勺了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计划就是，我就想要找到一个方法，立刻马上 immediately 把我这些痘痘全部都去掉。就是找了一下到底有哪些医美可以做，所以我就找到了水飞梭。它那个仪器上面啊，好像是双出口，它的探头上面啊，好像有接两端，一端的话是就是像吸尘器一样把你里面的脏污给吸出来，另外一端的话好像就是注入他们的保养成分，所以就是一种边吸边保养的那种感觉。我有看到一些文献，经过几次水飞梭的治疗之后，确实痘痘是有改善的现象。这就是我要的，所以本次的影片呢，就是要去做医美的水飞梭，看看我做完水飞梭之后，能不能把我这一片痘痘全部立刻马上清掉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会观察1周的时间，看看我做完水飞梭之后对皮肤的稳定状况如何，以及我大概有准备一下4、5个关于水飞梭的小问题，想要询问一下美容师的，希望美容师能够温柔的接待我，不要觉得我是一个笑的。所以本次的影片呢，主要就是去做水飞梭，看可不可以治疗好我的痘痘问题。开始，여러분，我们到了台南的美吃药医美诊所。你的姓氏很特别。那我先了解一下，你主要想做水飞梭是想要改善什么问题？这种的话，它是比较属于内包的。那水飞梭它是用负压仪器的方式去帮你做吸附。那这种的话，单纯用吸的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直接吸掉。生科院哦，原来是个高材生。现在在帮你洗一点，然后刚才我们在卸妆。我擦防晒。有，我觉得你会擦，所以没特别问你。我们诊所的探头都是抛弃式的，所以我刚开了新的，给你看一下。像我们等一下就是会先做第一道，第一道是乳酸，乳酸的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脸部去代谢老废角质。那这一道也是主要是帮你清洁全脸的脏污。定期保养的人通常都是以男生为主还是女生？其实都有因为像水飞梭还没出来之前啊，蛮多男生客人会不敢来做脸，因为会觉得清粉刺很痛。那我们开始咯。它这个探头就是它在吸的过程中，同时会注入我们这一道的精华液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乳酸。那个像水飞梭这种东西，就白头清得掉吗？白头如果是开放性的这种粉刺，其实第2道加强的时候会比较明显。第2道是水杨酸，那一道的话，我们吸力会比较强一点点。那它主要就是针对粉刺比较多，就 T 字。这如果我有大颗痘痘之类的，会不会影响到？如果是真的很大颗的话，我们就比较不建议做水飞梭。因为我想说，这个东西探头用磨的感觉好像如果痘痘太大颗就而且也怕会感染，所以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。那我现在就帮你刷我刚才跟你说的生态酸，在你长痘痘比较严重的地方，它可以再去加强它的代谢。那我们让酸停留一下。它如果做完水飞梭之后，要怎么保养呢？基本上，因为水飞梭它里面已经就有含酸类了，那我们回去做的照顾很简单，其实你就是那1个礼拜多加强保湿，然后比较重要就是美白啊、酸类啊、去角质都不要使用，原因是因为这些成分的产品会比较容易刺激皮肤，但其实你已经有做一个完整的清洁的保养，所以如果你在这1周又去使用这些产品，会比较容易造成你的皮肤变敏感。所以这样子反而适得其反。那你做好保湿的话，可以让你水飞梭的效果是更加成。然后也要记得擦防晒。好，那我们要接着做第2道咯。那第2道它里面是水杨酸，水杨酸它针对痘痘和粉刺有很好的抑制效果。那这一道的话会比较着重在你粉刺比较多的地方。你这里有一颗之后应该会冒出来的痘痘，真的，因为它现在摸起来就有一粒啊。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酸去，救命啊！水飞梭它是酸类，就是可以帮助你让它比较快长出来啦。然后水飞梭做完
酸啊，因为它里面有酸类，所以它会帮助皮肤去代谢痘痘跟粉刺。所以如果之后回去有冒粉刺或痘痘的话，都是正常的。哎，那你每天保养品的顺序都擦什么？其实很认真保养了，是吗？对啊。那为什么还长痘痘？可能压力太大，可能工作要先辞掉啊。只要长痘痘的人就辞职。对，直接唯一的方法就是辞职。你要负责哦，这句话。惨了，你要把我码掉。我看一下哦。等下台湾政府就来联络了，跟台湾失业率大幅上升。最新公布的7月失业率是创下了9个月来的新高，达到的3.78%。好，那我们要做第3道喽。前面2道主要都是以清洁为主，然后现在就是帮你做保湿。第3道的话就是小分子的玻尿酸。玻尿酸主要的功能就是补水。那小分子的话，它很容易渗透到我们皮肤基底去做一个补水的动作。我帮你敷面膜。有草本的味道，它里面就是植物萃取的精华。我刚做完水飞收回来，然后让大家看一下我刚做完的样子。看到就是我的痘痘这边呢，他帮我把痘痘弄掉了，但是就是粉刺的问题。是没有办法靠这个就改善，但是整体下，我觉得它一开始的酸类处理，然后加后续的保养，然后还有后面的面膜，整个是让我的皮肤感觉现在是一个比较亮亮的状态。脸上现在的这些东西啊，不是油光哦，它是擦不掉的，它是吸饱水的光泽感，现在是不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观察2周，我们就拭目以待。3 days later， 现在是做完了第3天哦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痘痘都没有长出来耶，就是内包看起来是有比较出来一点，毕竟有刷酸嘛。就是其他地方啊，痘痘都没有长出来耶。现在这已经是连假嘛，我作息超不正常，然后现在一颗痘痘都没有多长，吓死人。准备继续记录最后的状况，好爽。今天是做完水飞梭的第5天，来检查一个肌肤的状况。这些都只剩下痘印，就等它消啦。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长额外的痘痘的部分，除了有那一包浮出来外，好像就没有其他问题。基本上我还是蛮满意的。等待第7天，今天是做完水飞梭的第7天了。看一下我肌肤的状况。7天过后啊，多了这2颗，这边也是。Later， 大家对不起，我剪到快结束的时候，发现我的档案要缺失啊！我现在来补录一下我的结尾。做完水飞梭，我有2点比较想要说的是，第一点就是对于医美来说，因为我之前对医美不是那么熟悉，然后当然会有一种可能医美都要做什么雷射啊、飞梭啊、挤粉刺那种啊，感觉又是偏痛又偏贵。但是这个水飞梭的话呢，因为它只是拿一个像一个小型吸尘器的东西在你脸上这样吸嘛，所以其实它的痛感的话，几乎可以说是0。它唯一的感觉就是那个探头在你脸上摩擦的感觉，绝对比你自己用手挤痘痘不痛非常多。然后再另外一点的话，是想要说一下整个疗程过后的脸部的状况嘛。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痘痘的问题，做完了那个当下回家去测量之后，我的脸部的那些本来这边有一大片痘痘，全部都被它刷酸啊，然后可能用吸的啊，全部都吸掉了。所以我脸颊这边可能原本肌肤状况是很差的，但他就帮我把那些脏污啊，还有可能有螨虫 ，maybe half maybe not， 全部帮我吸掉，所以我的肌肤就回归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。然后我之后又观察1周嘛，我原本痘痘猖狂到它是1天至少要长1颗的程度，所以才会有那种痘痘森林出现在我脸上。但是做完水飞梭之后啊，这7天内啊，我刚最后结尾的时候不是有说这2边有一个红色的地方吗？这边这一颗它之后2、3天过后有变成痘痘，但这边这颗就没有。你这里有1颗之后应该会冒出来的痘痘，所以7天过后啊，它只让我再多长了1颗痘痘，从1天至少冒1颗，变成7天只冒1颗。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有效，感觉它是把你的脸部做一个非常深层的清洁，所以有重新帮我的脸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肌肤状态。所以我觉得很推荐，如果你像你下1周你有重要的面试啊，你要相亲啦，你要去见网友啦，但是你现在好死不死脸上就有几颗立体的痘痘啊，我觉得还挺适合去做一下的，因为我们立体的东西用遮瑕或者是粉底那些是遮不掉的，但如果你把它变平了，即使它有痘印在，但那种痘印非立体的东西是可以用遮瑕把它遮掉的，整个状况会好很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划算。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Peace。
刚做完水肥说，我现在穷的只能喝得起超商的白开水，还有超商的机器商品，但还是非常的好吃。